17年前，一支神秘的探险队带着昭明古镜找到我的父亲张雨林，请他出山共同寻找上古神迹昆仑虚。昭明古镜要是丢了，昆仑虚的门就再也打不开了。没了那么多人，荒凉一梦啊！自古凡人求长生，人之常情。只是他们不像我，有天官之路。张先生，有劳你了，请。赐福，百无禁忌。探险队12人全部失踪，生死不明。但我相信，父亲一定还活着。高长风，昭明古镜，要是或许不值一把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天官赐百无禁忌。庶民の故郷。都到的。安身成县，陵墓已经找到，但主墓门打不开。当家的说，吉时未到。時期はまだじゃないよ。金でしょ。这次，他们要的不是钱。那怎么办？
跟师傅会会，当个财神爷。我提的条件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当家的想要我的身子，你得自己过来取。台山，先出去。师傅，我想留下来看戏。报告！别碍事。从今天起，江北安家你的了。那你呢？什么时候是我的？外面都处理好了。Coco,綺麗にして。嗨。张文峰呢？拆了。这幕有人帮咱们通过风。我还是大一点吧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你怎么给我炸了你？这多危险啊！峰哥。丫头片子，你还给我呀你！咱找昭明古镜，不跟六爷打招呼。万一。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拜死兽，我的官不小啊！月牙纹的玛瑙啊，这得值不少钱呀！这个，提醒你告诉你啊，去，别给我走。除了昭明古镜，别的一律不准碰。走，我就是瞅瞅。
我拿手啊，这个写的什么呀？机关你拿手，这图你看不懂啊？这是推背图。天官要术，木流方法。唐末多以李淳风的60项推背图为机关。要破机关，得先知道木林建造的年号。高长风是唐朝正四品的黄门侍郎，我查过，他受唐玄宗之命去找一种长生不老之术，不过回来的时候，玄宗已经驾崩了。他的墓对应的应该是推背图里的第2项，累累硕果，莫名其数，一国一人，即心即贵，所以万物土中生。这么多人，我就不打了。谢谢你们，帮忙打开了主墓门。假货！我呸！你识不识坏你？白玉龙纹，我这是玉制的鲜卑头。哎，2月兰花啊，明朝的帽针儿。你这个倒是个真货，只可惜江北安家谢礼早抖，偷的。传闻发丘一脉，历代口传天官要术，里头记载了各朝代陵墓的构造与机关设置，看来所言不假。你说的话我听不懂。你不认识我，但我的老师广濑桑原17年前同你的父亲张雨林一起去过昆仑虚。这个发丘印是在出事地点找到的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张文峰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福哥，怎么办？见机行事，昭明古境不能被日本人拿走。
哎呀，二不是挺明白的吗？你来。人胆小，万一从里边钻出什么东西来，那小心脏受不了。这个墓穴里的机关都已经被人碰过。你是说高长风的墓室有人来过？峰哥，你干什么了？也许还没有走。空馆。据古籍记载，高长风传昭明不幸于后人，之后中军裴其策，自焚而亡，应该没有留下尸骨。找到了。
发求天官，便行木灵勘验之能，发求印，天官见，缺一不可。可这血缘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你当初一定要我？天官要术，木灵方主。下有弱水之源，外有岩谷之山，万路艰难。你终于醒了。高烧不退，睡了一夜了。我跟钟莲把你拉回来，溜溜背了你一路啊，累得我老腰都快折了。我可得好好补补。这汤是包给你喝的吗？哎，撒开！我是替疯子试试烫不烫。再说了，就你这手艺，我也算是替他试毒了。松开！手艺怎么了？哎，手艺怎么了？还打伤你！哎，手艺怎么？松开！松开！别闹了。昭明古镜呢？调走。查到了吗？我的人盯着呢，不过他们待的地方是西山会六爷的地界，六爷官鬼之路两龙通。西山会为修护法出钱出力，拉拢了不少人，专防着你。昭明古迹，天官指路，缺一不可。懂了。当时那阵势，哪还顾得上昭明古镜啊？早就落在日本人手里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来想办法。哎，别乱动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机关球里放了一种特殊的石蜡，热能长大无数倍，牛吧？出了名。哎，你也别不信你。我跟你说了，别乱动，别乱动，这叫百转千回。针呢，藏到里面的暗盒里，不用上弦。针头啊，抹了白药，一沾就着。好了啊。哎，张哥，你关门吗？东阳，走后，这边。
西山会刘荣堂。孬好，放次解命。还有刚那把错，这机密里咋回事？在我的地盘做事情，不打招呼，弄得还是我的人。当裁判没有这样的规矩。大爷呀，来听给当门打。别吵架，我会讲规矩。以后有机会再见面，你不要讲上海话，我郑重听难受。17年以前，广濑伤员在上海成立特别小组，四处收集陵墓的情报，盗取中国文物运往日本。后来，他同你父亲前往昆仑虚，下落不明。他的学生天野良美也成为特别小组的负责人。昭明古镜，古籍记载里只有一个，这块是高长风墓里找到的。那17年前广濑桑原手里那一块，难道是假的？2块都是真的。当年高长风命工匠打造昭明古镜的时候，那工匠以为昭明古镜是开启玄宗宝库的钥匙，所以就按照图纸多打造了一份。我晓得广濑桑原是怎么找到的。那我父亲为什么会带他们去昆仑虚？能兜了这么大的圈子，还是想晓得你父亲的事情。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帮日本人做事。你父亲当年不晓得广濑桑原的身份，是我后来查出来的。文峰，上过昆仑虚，我晓得藏着多少的中华瑰宝。千叶良美和安家已经在去的路上，中国人的东西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。公子，接下来往哪走？按照六爷所说，我父亲出事的地方，能看到这昆仑万里的景象。天官要术，下海有弱水之渊，外有炎虎之山，万物尽来。
跟高长风墓里的怪蛇很像。古人用桃树木兽镇。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一条，应该就是高长风从这里带出去，用来看守昭明古迹。不过，这尸骨为何保存得如此完整？那是什么？疯子，有人跟着地堡学院。有些人。一卦混三山，腰缠玉带，忠孝贤良。这么多年，想要找到昆仑虚的人，还真是不少。小鲁班，把你的鲜卑口酒。啊？这个洞的下面已经被打通了。张文峰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到底要在昆仑虚里找什么？上古昆仑之虚，百神之所在。我的老师研究了大量古籍，他坚信这里是上古诸神存放天地宝藏的神宫。难道你就不心动了？你要做的事，好像
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高长风的死因，我曾听老师说过，但跟你查到的并不一样。据古籍记载，高长风传昭明古镜于后人，之后中军陪其走，自焚而亡，应该没有留下什么。根据我老师的调查结果，高长风是在昆仑虚里头找到了一个人类不会死亡的空间，于是才对外谎称自焚身亡，实则是住进了昆仑虚里。什么疯？10年前，我在这里找到了老师的尸骸，发球印就握在他手里的。可是你的父亲，我没有见到，他很有可能还活着，就在昆仑虚里。这么说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。我也想看看发丘天官是不是真的海阔天空。我听说发丘将凭天官解言，就能测出这陵墓的四象八面，是真的吗？天官剑在17年前就已经有了。那天官打算怎么帮我们指路？你江本安家不挺本事的吗？自己找的。打汉朝那会儿开始，你就没干过什么积德的事儿。我们西山会最恨你这种连祖宗都不认的狗腿子。就是。祖上。哎，敢！你少爷怎么不会嘴儿？快死我！金缕玉衣汉王墓，山中埋后土，土有一物，草木炭铁青色。灵生门，多寿神。背山有阴风，龙首，他说的没错。这是在做什么？生门封口的矿石和岩体不同，矿物质在经过阳光照射之后，颜色会跟岩体形成差别，以此辨别木门的位置在哪。看来木门并不在这里。把他们两个放了，他们能帮上忙。
希望他们真的能帮上忙。我这人心眼小，账慢慢算。有发现啊？简单，难不倒我家鲁班。看看你脚底下。瞧瞧啊，都别干吵着了，瞧瞧。设计这个墓穴的人呀，知道盗墓的伎俩，也是个行家，所以在这生门的外边多封了一道通体的死门，而生门呢就藏到了这死门的后面。地上这些铜器就是开启生门的密钥，得按顺序拧对了，它才能起死见生，否则的话，就是大罗金仙也甭想进去。点了。干啥呢？既然知道木门在这儿，直接点。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我呸！你把盗墓叫做见世面，你那叫缺德！把老祖的东西卖给日本人。说话注意点。昆仑之虚，地之下端，方8百里，高万人。没想到山里竟然还藏了一座城。文石丹漆，灵道长明，山中一城9顷，9顷一墓，秘藏其中。现在天官要术里所提到的山中城，就是昆仑虚。要找墓，先去找我。有病啊你！下呀！凭什么？
觉得有趣。升仙图，这是古文字，周爷。有树倒木，根不入土，遂名曰云之树。其树之根结子果，时之其盛，益寿延年。后秦皇暴政，义军四起，有义军误入山里。带队将军寻粮草，发现无知。兵士以树根子果宝，精气日益耀世。怎么了？这壁画的涂料里面有铅，字儿褪色了。嗨，我这听得正起劲儿呢。这里还有。后来怎么不说了？上面说，后来只有将军一人逃了这里，待到战事结束，将军便辞去官职，带领手下兵士又回到了此处。山造成，将树藏于其中。走。李胜，要不机会撤？我们想撤，可他们不让。不管他们来这里找什么，都不会让他们把东西带出去。这石雕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这是开明兽。根据天官要术记载，开明兽原是古蜀国的国王，他统领一方城池。可是有一天，古城突然天星陨落，形成无底深坑，所以国王便化身成异兽，看守古城。
发财了！哎呦！你懂什么呀？通体的玉鼎啊，这得值多少钱呀？这得究竟玉鼎？你说什么？念有九井，以玉为坎，百神之所在。安山，冷烫了。飞头，之前的洞能够通到这里。父亲，安干的。
事儿？你的身体，这云之术是上古留下的圣物，末世中有不为人所知的文明，圣物因此不死，却也变成了树中生长的毒人。那我怎么救您出去？八九天关是乃血脉得此，但何尝不是一种诅咒？此术将我困住了这些年，向来因此。如果您当年不来的话，我不能看着你母亲一直深陷于痛苦。一定要救您出去。傻孩子，你看我现在这样，还出得去吗？父亲！有天官，真的有天官赐福，
不死神术是真的吗？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这棵树在作怪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人能不死。我的老师广濑桑原，穷极一生寻找，绝不可能错。帝国特种兵团必须是战而不死的勇士。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这些日本人想盗墓中华瑰宝，而命丧昆仑虚，却是咎由自取。我西山会护宝，却险些害了你们丢了命，真是惭愧。只可惜你的父亲，文峰母亲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我必须去找治愈的方法。那你现在要是离开，文峰怎么办？他来找我，老六，这次找我帮忙的人，他手里有能进入昆仑虚的钥匙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你父亲出事之后，我带人去找，可是找了我。我在那里只找到了他的天关节。为寻上古昆仑，撰写天关要素，方有法求天关，受命探险，四方游历。只定学，不摸经。你可晓得“昆仑”两个字的意思吗？天地生变，
我严言而不灭，水泱泱而不息。唯有昆仑稳如山，万物必于其中。昆仑在天官要术之中是避难所避。天官遗命，不止一条。天地宝藏也不止这一个。可这护宝之路崎岖坎坷，只靠西山会怕是渡不过。那我便用天官锏做六爷渡河的舟，以后西山会有天官引路。